好，我们首先还是来调一个底色。好，我们加太白、三绿还有胭脂。好，我们来调和。好，来，我们把这个底色调匀，太白还有三绿还有胭脂，把它调和。好，再加一点三绿，把底色稍微的调浓一点，调深一点。来，我们今天写生，我找了一些这个花呀，找了一些这种，来，这些花，还有这个有叶子的这一种，有叶子的这一种，带着大家一起写生，好不好？有叶子的这一种，带大家一起写生。好，我们来首先来写生这一张吧，画一幅横的，写成这一张。然后这一朵花的话，它不是说这朵花它可能它没有那么姿态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可以换一朵花，把这一朵花换进去啊，把这一朵花换进去，写生这一幅我们用一个3尺。用一个不是3尺啊，用4尺3开的吧，用4尺3开的来写生。那我们根据它的我们这个照片来写生，那写出是怎样的，我们可能还会根据这个物象去还有加上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去把它再去变化，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图片是怎么样，我们就写成怎么样。好，4尺3开横幅啊，4尺3开，4尺3开的还是一样的，我们要找到一个中线的位置。4尺3开大家都知道是多少乘多少吧？69乘以46。好，69乘以46。好，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这一朵花的颜色，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朵花的颜色，来一起看一下这朵花的颜色。那底色还是一样哈，底色还是一样，太白加三绿加胭脂。橙黄，加大红，然后曙红，胭脂。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颜色，橙黄、大红。来把它搅和一下，这个橙黄和大红是把它调和。好像藤黄还要再多一点点哈，藤黄还要再多一点点。
藤黄加大红。好，我们然后直接一个橙的一个大红，这边是一个橙的一个大红，没有这个藤黄的，没有藤黄的。大红，然后曙红。好，我们首先来调色。第一步调色非常重要哈，像我们画这种红色的，它不是那么浅的颜色，我们的底色需要稀一点。哎，这个你看这个滴得太慢了，所以它太干了，再加一点水进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底色就要稀了，因为这个花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很浅，它是稍微有点深的。稍微有点深，所以我们的底色要稀哈。我们一定要注意，当你要看我们的画的花是深的还是浅的。那像我们图上这一朵花的话，那肯定是要很浅的，要这个底色要是很浅的花，那我们的底色就要很浓。那这一朵花，我们今天写生的这一朵花，它的颜色是较深的。是稍微偏深一点的颜色，所以我们要把底色稍微调稀一点哈，调稀一点底色。好，调好底色之后，我们来调色。首先，我们把这个大红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你调的时候，你看情况哈。如果说你调的时候掉到这个盘子里，掉了一团水，掉了很多水在这里，那说明这个笔上肯定是水分大了。我们可以用这个纸巾把它吸掉一些哈，吸掉一些，然后这个盘子这个水也不要它在这里，会影响我们的调色。在的是吧？所以我们的调色一定要控制好水分。怎么控水？你可以你自己调的时候，在盘子里调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水分的多少了。好，我们像这样子才是正常。在我们调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水它没有掉一团哈，它是正常的有水分，但不是很多。你看这种就是水分就是正常的，它不会掉成一块水在这里。这样子就是正常的，这个水分就可能刚刚好。那我们在调色的时候，这些都很重要的内容哈，我们的新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我们在调色的时候，我们的笔肚是这样子贴在这个盘子这里调，你不要这样子竖着调。你这样子竖着调，这个颜色始终它是在这个笔尖上，它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笔肚里面去。所以说我们要调的时候，要把这个笔肚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明白吗？睡在盘子里调，然后我们要边调边转动这个笔杆，看到吗？我们这个手是在动的，这个手不是不动的哈，这个手是一直在转的，看到吗？你们这个手如果说不够灵敏，你们可以自己多练习这个用手的这个灵敏度啊，一边调一边转动这个笔杆，让这个笔肚里面360度都占饱这个颜色，让360度都占饱这个颜色。360度都占饱这个颜色。好，慢慢的调久一点。大家调色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一定要调久一点，颜色才调的均匀哈。调了之后，把这个大红这个比较加了藤黄的这个大红均匀的调一层到笔的1/2的地方。虽然说你这个地方你看不到颜色，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上来了，你知道吧？有一点点上来了，它不是很多，所以在我们肉眼上可能只看得到一点点颜色，但是并不多。差不多到笔的1/2的地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笔尖上再调一点点这个大红，再调一点点曙红，这样子我们的这支笔就是颜色就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试一下颜色试一下颜色。好，大家说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吗？这个颜色好看吗？可以吗？这颜色像这样子，这个颜色就调的就很均匀了哈。好，我们这个颜色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花瓣了。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花瓣。那我们在画这个牡丹花最常用的一些花瓣，最常用的这个
几个花瓣给大家示范一下哈。首先我们还是来补充一点颜色，补充颜色的时候，笔还是一样的，缀在盘子里调。我们前面的花，我们就调这个前面的3种颜色。胭脂我们先可以不用哈，这个曙红就调一点点在笔尖上就可以了。好，我们最常用的这个花瓣，就是我们每一次画这朵花最开始会画的这个花瓣。好，我们用纸用光滑的这一面哈，用光滑的这一面，就不管你是在画塔式啊、包菜形呐、还这些花瓣，最开始的话你就会画这一个花瓣。侧锋行笔，笔尖会动一点点，笔肚动得多一点点哈。错锋行笔这样子推过来，你推的时候这个形状是一个扇形的哈，推的时候这个形状是一个扇形的，笔尖只需要移一点点，你看这个笔尖移了这么一点点哈，那这个笔肚里面是移了比较长一点点，所以它会画出来是一个扇形的一个行笔，是侧锋哈。侧锋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下次可以专门录一个什么侧锋啊、逆锋啊、中锋啊，那我们画这个小写意的花瓣从来不用中锋，你看中锋是这样子直着往下画，是画不了我们的这个花瓣的，因为我们要画成这种颜色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哈，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颜色，我们只能把这个笔尖调色调到由深到浅，这样子侧锋去画，这个颜色才可能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大家明白吗？好，理解了吗？这个花瓣理解了吗？这个花瓣不是全的哈，这一个花瓣你可以单独用，那一笔也可以单独用，但是实际上我们画的这一个花瓣通常是要3笔来组成哈，3笔来组成的一个大花瓣。好，我们的还是一样的，侧锋行笔哈，侧锋行笔推过来之后，然后一边一笔，这两边这2笔可以一边大，要一边大一边小，这个3笔就形成了一个花瓣，这个才是一个花瓣。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这个花瓣的每一段的距离，它都是不一样的，最好不要相等，就是这个1、2、3这个距离都不要是相等的，然后这个每一片3笔的每一片都是不一样大的。好，它整个花瓣成一个扇形的，颜色是由深到浅，慢慢的这样子渐变哈，慢慢渐变。这里是一个扇形哈，一个扇形，然后这里是什么？点一笔，这里点一笔，它就直接是点一笔就可以了哈，就不要推了，不需要推了，点一笔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这个笔肚上有一点点干，我们稍微的轻轻的蘸一下底色，轻轻的蘸一点底色到笔肚里面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再去补充颜色，先还是一样的。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花瓣，比如说这朵花，比如说我们画这一朵花，它的这个花瓣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最开始是不是画这个地方的花瓣？这个花瓣就是在这一朵花的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那你不管画什么样的形状的花瓣，朝左、朝右、朝上，那这个是一个朝上的，我们再画一个朝右的哈，还是一样，侧锋行笔，笔按下去，然后推过来，推一个扇形出来，笔尖稍微动了一点点，你看这个笔尖只动了这么一点点距离哈，但是笔肚就动得比较长一点点。好，笔尖可以补充一点点颜色，然后一边一笔，一边点一笔哈，点一笔，这边点也可以推一下，也可以适当推一下，为了让这两边不一样，这边也可以适当的稍微推一笔。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背面，它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手掌是一个花瓣，它都是呈这个 O 起来这种形状，是不是这种 O 起来的形状？那这个花瓣它就是这个背面哈，它就是这个背面的花瓣，背面正对着我们的背面花瓣，正对着我们的。好，接下来补充一点颜色，
补充一点颜色啊。好，我们来画一下各种朝向的，来画一个朝左边的，还是一样的，侧锋行笔，这样子推过来，推过来，推过来。首先你要把颜色调好啊，然后一边一笔，一边一笔，一边一笔。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背面，背对着我们，正对着我们的背面的花瓣。好，然后画一个朝下的哈，画一个朝下的也是一样，侧锋行笔。首先你要把颜色调好，来推过来，推过来，推过来，笔尖稍微的动一点点。我现在行得很慢，大家应该看得清楚吧？然后一边一笔，一边一笔，一边一笔。好，那你这边如果觉得不好的话，你还可以再继续加哈，还可以加，你还可以再加，再加，再加都没有关系。两边都可以再去延伸，再去加都可以哈，并不是说你一定是3笔，你可以4笔、5笔、6笔都可以。好，这个是第一个花瓣，我们常用的第一个花瓣，大家都理解这个花瓣怎么画了吗？那现在我们的笔肚上补充一点底色哈，补充一点底色，补充一点底色，然后继续加颜色哈，继续加颜色，继续加颜色，继续加颜色，继续调色哈，先调一个大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一边调一边转动笔，一定要调久一点。为什么颜色调不匀呢？颜色想要调匀真的是太简单了，只要你细心，只要你耐心，调久一点它都会均匀。为什么有一些同学他就是调不均匀呢？那还是不够耐心，还是调得太快了，就是太着急了哈。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小写意画好，多训练，然后做到心中有花，你以后你想画成怎样，你想把它变成怎样就变成怎样哈。3种颜色均匀的调，让这个笔肚由深到浅的这个渐变色。那我们在画的是花瓣是哪里的花瓣？就是这个两侧的花瓣哈，两侧。假如说，比如说拿这一朵花，我们现在画的是中间的这一个花瓣。正背面朝，我们现在先画的都是反瓣哈，然后我们再画这两边的，你看这两边侧面的这个花瓣看到了吗？两边的这个侧面的花瓣，两边侧面花瓣我们怎么画？我们可以初学者可以分3笔来画，分3笔来画。好，我们直接分开来哈，分开来，在这个地方画，分3笔。来，我们先画一个朝上的。先开始我们的还是一样侧锋啊，笔肚笔尖还是一样的，先下落笔，先不要把笔按得太下了，然后这样子推过来哈，推过来一笔，这条线它基本上是直的，然后你第2笔你可以再补充一点点深色的，第2笔这个笔尖还在这一条线上，不要动，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笔尖稍微的按下去，笔肚稍微按下去一点点哈，再往这后面拖过来一笔。好，我们第3笔笔尖还是在这一条线上，我们拖这一笔的时候不要太直了，稍微让它有一点点这个弯度哈，有一点点弯度，它会显得更加自然一点。然后第3笔的话，它还是在这一条线上哈，笔尖还是在这一条线上，笔肚稍微不要按得太下了，然后不要按太下了，往后拖一小笔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然后整条的这个外观，它的笔尖都是在一条线上。有一些同学他会怎么画呢？有一些同学他会笔尖它不是这样子哈，这样子就不对了，这样不对，因为你的笔尖你的笔尖不在这里，笔尖要这样子哈，笔尖要在这里一条线这里哈，笔尖不是在中间哈，笔尖不是在中间这样往后，而是侧锋，而是侧着一点，把这个笔要稍微侧一点，让这个最深的颜色在这一条线上，然后这个花瓣它的颜色也是慢慢的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
然后每一个花瓣都是这样子往后推一笔，然后这里又是往后推一笔，这里往下拖一笔。然后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要注意它的变化。变化是什么？每一节还是一样的哈，每一节稍微的都要稍微的不要一样长哈，每一节1、2、3节。1、2、3节都要尽量不要一样长，然后这一个还有这个厚度哈，这个花的这个厚度每一节它也是不一样哈，它在3个层次而不是在1个层次。假如说我们画1个层次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的，来3个一样大，在1个层次的，这样子它就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豆。那有一些新朋友画的时候很容易就画成这样子，3笔一样长、一样宽、一样大，这样子就相等了，这样就不好看了。我们要画出一个花瓣的变化，让它有变化，有大小的变化，有长短的变化，明白吗？好，我们来继续补充颜色。好，颜色均匀的调哈，调色我们一定要调好。好，这个是一个侧面的花瓣。那么侧面的这一个花瓣的话，我们是这个形状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更宽一点的怎么画？更宽一点还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笔肚按下去一点，它这个花瓣就会宽一点。第一笔还是一样，侧锋行笔走过来一笔，然后笔尖还是在这条线上，再按下去一点哈，再走过来拖过来，笔尖再在这一条线上往后拖一笔。好，这样子这个侧瓣是不是也很好看？这个侧瓣好看吗？它每一笔的你看这个长短稍微的都会有一些距比，这2笔有点相近哈，但是这个还是不是特别影响，最好不要3个相等哈。好，还有更窄一点的，这个花瓣还可以转放的更窄一点的。好，这个笔肚不要按太下了，一笔下来，然后第2笔还在这一条线上再拖一笔，然后后面再来拖一笔。好，这个是更窄一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的花瓣。这个两边的侧面花瓣，它有宽的也有窄的，有宽的也有窄的。一朵花，你把这个侧面花瓣画好了非常重要，因为一朵花里面很多都是这个侧面花瓣，侧面花瓣是决定这朵花的姿态和形状的。你把这个侧面的花瓣画好之后，直接去填这个正瓣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花瓣特别重要，大家一定要学会。沾了太白水之后调色好阴水呀，怎么解决？我也沾了太白水，我一直教大家要控制水分，就是你的笔肚里面不要胖，不要让这个笔肚很胖，就是很多水。就是为什么淹水，我来给大家示练一下哈。假如说我蘸很多水的情况下，蘸了很多水，好，我蘸了很多底色啊，蘸了很多底色，我们调一些颜色，还有你用笔的快慢也决定了哈。调了很多颜色，你像这样子慢慢的慢一点，慢慢的画，它是不是就这个水就很多了，太多水了，它这颜色又不均匀。那么你快一点呢？它的颜色就很均匀。所以说你们的速度也很重要哈，就是画画也不要太慢了，就是稍微的快一点。你看这种慢一点的这个颜色是不是晕得很开了？晕得很开。那你快一点呢？快一点和慢一点。快一点和慢一点，它这个区别也是不一样。就是你不要把笔一直停在那儿，它水也是很多的。那你直接这样子画过来不就好了吗？一直停在那儿，水就堆积在那儿了，
这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要控制水分，当你这个笔上水分多了，我都说你可以拿一张纸在手上，这样沾掉一些沾掉一些水分啊，不要让笔肚水分太多了。你在这调色的时候，怎么会呢？我这个里面就有底色呀，就有底色，你要控制水分啊，要控水。有底色呀，我这个笔肚里面它就有底色，但是你不要太多了。你调色的时候调的话，这里这个水掉了一盘子，水如果掉了一盘子，那肯定是水就多了嘛。如果你没有掉，你像我这样子有正常的有水分，但不过于说它能够调动啊。如果太干了，你这样调它都已经调不动了，就是刚刚好，它会有一点点水分，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调第二个大红，再调一点点曙红进来，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水分就刚刚好啊。你看这样子水分就刚刚好，你画这个花瓣，你画慢一点都没事哈，你慢慢的画它也不会晕开，因为你要控制这个水分，你不能说水太多了，水太多了它就淹了。好，这是一个侧面的花瓣，我们再来示范一些侧花瓣啊，侧面的花瓣，因为侧面的花瓣特别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练，多练。那侧锋行笔，你看侧锋行笔，怎么这个笔尖的颜色怎么上得去呢？你的笔尖没有到这里来，你的笔尖始终在这里，在这一条线上，你怎么过得去呢？是吧？第二笔还在这一边哈，笔尖还是在这里啊。你笔尖还在这里，你笔尖不会到后面去，你这个颜色怎么到整个花瓣里去呢？你的笔尖不要移过去，你的笔尖是在这一条线上移，来，笔尖还在这一条线往后拖，始终笔尖都在这一条线上啊。那这个花瓣就画得很自然，它有很多缺口。那我们在示范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花瓣画得很标准，那我们实际画作品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缺口，就不规则的这些缺口，它会呈现出来会更好。更这个自然灵动，好不好？来蘸一点底色，蘸底色的时候不要蘸太多了，这个笔肚往下蘸一点点就可以了。好，这个侧面的花瓣大家会了吗？会画了吗？其实我们花瓣最多的就是这个，对，最多的就是这两个花瓣哈，最多的这两个花瓣。然后我们再画一下这个侧面花瓣里面有侧瓣里面补充正瓣哈，侧瓣里面补充正瓣。那我们再画一个这个侧瓣，画一个朝下的，比如说这个朝下还是笔尖还在一条线上。笔尖笔肚按下去一点点哈，拖过来，笔尖在一条线上，然后再按下去一点哈。要这个花瓣大一点，这里大一点，你就把笔肚按下去一点。笔肚的离这个纸面越近，这个花瓣就会越大。然后最后一笔笔尖还在这一条线上，往后拖一笔。你说笔尖始终是在这里，你笔尖的颜色是过不来的，你要注意你的笔尖在哪里。那我们这也是一个侧面的花瓣。侧面花瓣，假如说我们的手掌是一个花瓣，这个就是这个侧面的，那它的正面的还会露出一点点哈。那我们怎么去补充它的正瓣？那么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把颜色调更多一点，调稍微饱满一些哈，调的饱满一些，调饱满，调多一点，调多一点。那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胭脂，我这个胭脂现在已经干了，颜色干会很正常的哈，颜色不可能不干的，只看你个空气的湿度。然后补充正瓣怎么补？我们开始从这个最下面这个根部这里开始啊，开始沿着这个花瓣的边缘走到这第一个缺口这里停，走到第一个缺口停，然后你还可以去补充一点颜色，因为这个时候笔尖的颜色已经用掉了一些，现在笔尖颜色不够深了，所以你要去补充一点颜色，然后你再从这个缺口这里再下笔，然后沿着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再走到第二个缺口这里停，
走到第二个缺口这里停的时候，你再去笔尖补充一点点颜色，然后从这个第二个缺口这里再来补充一笔，把它补到这个边缘这里来。那这个花瓣就是这个花瓣它就是一个正反瓣，这里是反瓣这个地方是反瓣，这个地方是正瓣，这个地方是正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这是一片完整的花瓣。好，来再补充一点颜色，我们再来画一个，把它变一下再来画一下，再来画一个反瓣，先画一个侧面的花瓣来，侧锋行笔按下去提起来，然后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再往后拖一笔。你画熟了之后，你这3笔就可以连着画了，3笔连着画。然后你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的颜色调多一点调多一点。来跟着这个边缘下笔跟着这个花瓣的边缘走到第一个缺口这里停为什么要停呢？你不直接画下去呢？直接画下去也没有问题，但是颜色它等一下颜色不够深，两个花瓣就混合了。因为我们停了要去补充一点笔尖上的颜色呀，因为我们这一条线这个正反瓣要有区别要区别开来。那第二笔还在这个缺口这里开始下笔，然后沿着这个花瓣的边缘再走到第二个缺口这里又停，那么又去补充一点点笔尖上补充一点颜色，然后从这个缺口这里再来补一笔到这个花瓣的边缘就可以了。然后你这里觉得不够大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下，但是不要加太多了不要重复太多笔，最多重复1次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一个正反瓣这里就是一个反瓣，那这里就是一个正瓣。那像这个花瓣你还可以把它变一下你还可以把它直接变成一个卷瓣卷瓣你在这里再加一个，在这里加一个反瓣在这里加一个反瓣，加了一个反瓣之后，你要再调整一下，笔尖蘸一点深色，把这个边缘再整理一下，边缘整理一下，然后这里就成了一个卷瓣了，是不是？这里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卷瓣？看到了吗？就是两边卷起来这种花瓣，明白吗？好，这个是一个正反瓣的一个组合。那我再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碎花瓣，就是当你们画花瓣哪些缺花瓣的时候，你会点出一些碎花笔上太干了太干了画不出来了，我们要加一点点底色，轻轻的笔肚去蘸一点底色。来，这个碎瓣我们就这么去点它，或者是推加点画出一些碎花瓣，就是你补充花瓣的时候，这个很随意的，还是一样的侧锋行笔去推还是一样。好，来我们再画一下这个
反半哈，反半你还是一样的侧锋行笔，笔尖始终在一条线上。来，笔尖在一条线上，笔肚稍微按下去一点点，往后拖一下哈，往后拖一下，这是第一笔。然后你笔尖如果觉得颜色还不够深的话，你还可以再补充一点颜色。第二笔，你的笔尖还是在这一条线上，看到没有？笔尖还在这一条线上，然后你笔肚再按下去一点，再往后拖一笔，看到了吗？然后你的笔尖第三笔，笔尖还在这一条线上，再往后拖一小笔，这个时候你笔肚不要按得太下了。那你这个花瓣大一点，说明你的笔肚离纸面的这个距离越近，你的这个花瓣就越大。你想它小一点，你的这个笔肚就稍微往上抬一点，这个花瓣的这个它都会小一点点，知道吗？明白吗？这个侧瓣。来，我们画一下这个大花瓣哈，底下的大花瓣。我们画大花瓣的时候，把颜色调上一点，调到整个笔肚上都没有关系，能调多上就调多上哈，调上一点，然后颜色调饱满一些，3个颜色依次的调，然后这个大花瓣可以朝一点胭脂。这个大花瓣就是我们每一朵花里面会有一些，底下会有几片最大的花瓣啊，最大的花瓣。那这个大花瓣我们怎么画？还是一样侧锋。我们这一朵花里面全部是侧锋，行笔，然后推过来。这一笔跟我们第一笔是一样的啊，推过来，然后点一笔，然后再推一下啊。然后这边也是再补充，可以点加推的这种形式来画出这个大花瓣。你看这样画之后，它中间是不是就自然会有一些褶皱的地方？这样子这个花瓣就显得很自然。它的每一节它都不会说是一样大哈，它都会有大有小的这种，每一节都会有不同的大小。那这样子有变化，你不要画平均的哈，你不要画这样子一笔，然后这样子一笔，然后这样子一笔，这样子这个花瓣就不好看。然后我们很多新朋友很容易画成这样子哈，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3片要有大小变化，明白吗？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大花瓣。那么还有一款大花瓣，那么一般一朵花上画3个大花瓣就够了啊，3个大花瓣，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2笔组成，来还是一样侧锋，开始不要按太下，然后到后面越按越下，然后笔可以慢慢这样子收起来，好，收起来可以了，然后调一点点，补充一点点颜色，然后再来一笔，这一笔的话可以卷曲一点点哈，还是一样侧锋上来，一直走到这个笔根这里来。好，这个地方太尖了，你后面你还可以再去调整，你不想它太尖，你可以再调一下啊。像这样子，你看2笔来组成的一个大花瓣，中间这条线就比如说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一样，它有的时候大花瓣到最后它会有一点点沟，那画一点点沟，偶尔一条花瓣上一个花瓣上画一点点沟在上面的话，它会显得这个花瓣更加自然，更加有精神。好，这个是第2个大花瓣。来补充一点水分啊，补充一点底色，笔上干了就补充一点底色，然后我们再调色，补充颜色，然后再画第3个大花瓣。第3个大花瓣它就跟这个画这个侧瓣是差不多，但是因为它是在底下一朵花的底下，假如说这一朵花这个底下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带一点勾，这样子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在笔肚转一下锋，往后拖一笔啊，这样子画一个侧面的花瓣啊，画一个侧面的大花瓣啊，明白吗？这一笔大家要多练哈，那你这一笔你画完之后，你觉得这一笔不好的时候，你觉得这一笔太单调了，你还需要花瓣的时候，你再在这里再补充一笔哈，它就变成了这个花瓣了哈，再补充一笔它就变成这个花瓣，你不补它就是单独的一个侧面的花瓣。好，再来这个花瓣再来演示一遍哈，这个花瓣再来演示一遍。带点勾，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点的按下去提起来，再往后转动拖一下笔，拖下来。好，这是一个侧面的大花瓣。那你想变这个花瓣，你再把这里面再加一个正瓣，它就变成了一个反瓣了。
好，你再把后面这个地方补充笔尖补充一点深色，你把后面再补充一个侧半，那它就成了一个正半。你看一下，再调整一下这些缝隙里面再加一点哈，它就变成了一个正半。你看你从哪里补一个花瓣，它就会变的。你在这里补的话，它就是一个大花瓣，一个很正的一个大花瓣。你在这后面补充一笔，它就成了一个正半啊。后面补一个反半，它就成了一个正半。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在这边再补一个正半，它就成了一个反半。这个花瓣它都可以去变化的哈，这个花瓣都可以去变化。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基础，这个花瓣就讲到这里了。